嗨，大家好，我是冒险猪。今天我们要继续美国旧金山行系列的续集。说到旧金山，最有名也最恶名昭彰的岛屿就是恶魔岛。在距离恶魔岛不远处的另一个小岛，则是天使岛。讽刺的是，天使岛的过去并不如它的名字一样充满着温馨与幸福。这里曾经是囚禁移民者的居留岛，现在又变成如何了呢？就让我们今天从 Federal Building 坐船出发，来到这一座充满着美丽大自然与废墟的天使岛探险。最后，冒险猪还要介绍 Federal Building 好吃的商店给大家哟。那就准备出发。拥有超过80年历史的 Federal Building， 除了建筑本身就像是一件美丽的艺术之外，这里周六有固定的农夫市集，建筑内部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店。另外，旧金山湾区的各个小岛，或者是前往奥克兰，都可以在 Federal Building 搭船前往，既方便，船资也便宜。离 Federal Building 走路约17分钟，就是旧金山最热闹的联合广场。坐公车约10几分钟就是北滩，这里就是有着浓浓移民风情的中国城跟小意大利。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如果有到 Federal Building 的话，不要忘记把这些地方也安排进去你的行程哦。沿着船班时刻表继续往前走出去就是码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开始走错边，后来回头走好久才到我要搭的船，差一点错过班次。AB Gate 在左手边 ，C 到 G Gate 在右边。坐船一样用手机下载并且处置好的 Clipper Card 刷就可以。到天使岛坐船，大家一定要用 Clipper Card， 因为买实体船票跟用 Clipper Card 的价差很多。我们这种节省人家当然是不能随便把钱浪费在这种地方上。冒险猪呢，在甲板上录影的时候呢，有一个当地人问我说，到底在拍什么，拍得这么认真？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说我是要做影片。但是多亏有他告诉我，天使岛是很适合登山徒步去看博物馆与废墟之外呢，也有租脚踏车或者是可以搭观光车，当然也有商店。已经到了天使岛了，就让我们先简单探看一下码头附近吧。天使岛的大小约310公顷，大概也就是1/4个中正机场大小。虽然说不大，但是小岛的面积大多是由山林所组成，因此整片望过去都是绿色。登山步道坡度不陡，非常适合轻装散步。天使岛离旧金山坐船的距离约30分钟，是一座完全没有连接本岛陆地的小岛。坐着同一班船的话，下一站就是 Tiburon。从岛上呢，也可以看到斜对面的 Sausalito。即便看似近在咫尺，但是游泳是到不了的。连接本岛陆地呢，与天使岛的船班一天不多，所以岛上到处有船班的提醒。记得不要错过时间，不然晚上就只能够住在废墟咯。岛上唯一一间有卖吃的跟喝的地方呢，就是在码头的附近。建议在本岛买好水跟食物再来这里，因为这里的东西。如果有考虑想要骑自行车来走整个岛屿，商店的旁边就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也可以花钱搭交通车来回岛上的移民站博物馆。这一段路是最需要爬阶梯的，不想走路的人就可以考虑这个方案。从码头出发走到移民站博物馆的话，大约是30分钟。今天的天气不错，不会太热，就让我们沿着北岭步道慢慢的走吧。这一段路程就是沿着 Ayala Cove 慢慢的走，风景非常的美丽。平常不是一直窝在家里都不出门的冒险猪，就是会直接在国外的大自然里面待一整天。稍微有一点累的就是这一段路了，但其实也还好，穿一般球鞋就可以。走完阶梯后，接下来就几乎都是平坦的马路，走起来很轻松，而且沿途上也不时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如果你自己有脚踏车，脚踏车也可以跟着人一起坐渡轮过来。天使岛除了像我一样来登山看历史遗迹之外，这里也有露营地。另外，天使岛也很适合钓鱼，在船上遇到了当地人说他就是来这边钓鱼的。我们抵达移民站了。
看到这个纪念碑文，会有一种误以为自己在台湾金门的感觉，但其实天使岛跟中国移民有一段很深的关系。移民站要11点才开门，坐着接驳车来这里的校外教学的小朋友们也到了，就让我们先在这附近走走。其实冒险猪本来对移民这个议题没什么兴趣，毕竟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因为这里有历史建筑物可以看才来天使岛。但是亲自来这里看过后，觉得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或许与自己无关，但是这些由人类亲手制造出来的种族破坏是人性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年代，世界上的不同角落，用类似的手段在重复着历史。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有一点沉重，但是它绝对有了解的意义。就让我们一边参观移民站的内部，一边来了解这段过去的故事。19世纪初期时，由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与各种的内忧外患，许多沿海一带的中国人纷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到异地打拼，希望可以让自己跟家人的生活更好过。当然，许多人来到了台湾跟东南亚之外，有很多广东人则是选择到了美国作为劳工。到了19世纪末期时，美国的白人圈里面开始有了排华的声音，认为这些华人劳工抢走了白人的工作机会。甚至到了1882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正式通过了排华法案，从这一刻开始禁止华人移民。种族歧视呢，也被视为是合理的行为。当然，这只是种族歧视的开端。之后，针对其他亚洲国家与俄罗斯的移民，同样在美国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了能有效地执行这项法案，1910年在天使岛草草地落成了移民站。所有抵达美国西岸的外国人都必须先来这里。被视为高贵身份的欧洲人，大概1天之内就能够完成通关手续，前往旧金山。但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就不是这样的待遇。天使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讲好听一点，这里是移民站，但这里更像是亚洲移民者的集中营。只有身份是商人、老师、牧师、外交官、学生这一类的中国人才能够免于排华法案移民美国。但是，一抵达天使岛的时候，这些备受歧视的新移民者要立刻以种族、国籍、性别来分类，马上接受不被尊重与屈辱的方式来进行身体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不过，立刻就会被驱逐出境。到这里为止，虽然很不合理，但都是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一旦身体检查过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忍受着漫长的等待。检查通过的外国人们必须要住在大通铺，并且等待下一阶段的海关问讯。有钱与阶级较高的中国人可能有机会在几个星期就可以离开天使岛，进入到美国的本土。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这里等待上1年，甚至最长有到2年多的，都大有人在。连当时在移民站的工作人员都证明，移民站的生活条件极差，而且环境很不卫生。吃的食物跟给猪吃的剩饭是差不多的。可以想象当时在这里被拘禁好几个月的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这里生活吗？天使岛的移民站在这里运作了30年之后，发生了一场大火。再加上当时也有许多谴责天使岛做法的声音，许多人认为恶魔岛关着犯罪的囚犯，天使岛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狱，囚禁着新移民者。因此呢，也就在大火之后停止继续运作。即便从天使岛离开抵达美国本土后，新移民者还是备受着不公平的待遇。第一次到旧金山中国城的时候，会觉得这边的路很陡，非常的不好走。那当然是因为以前早期的中国移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分配到的地区就是旧金山湾区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过了100多年，对于当时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中国人后代，慢慢的将他们上一辈的故事给说出来，种族歧视的问题也才逐渐的被重视。种族歧视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和平的时代或许它会暂时的消失，
但只要是人类还存在，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见。回旧金山的船是下午2点40分才开，我们还有时间就继续往前走。走过来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这里是一整片废弃的军事基地 Fort McDowell。我们现在正准备走进去的是以前的军医院。这一带的所有军用建筑群呢，是在1910年左右才完整的盖好，有医院、军寮、厨房、商店与邮局，还有长官住的房子之外呢，甚至也有教堂。从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里就再也没有使用，任由它自己荒废。其实这是冒险猪第1次探访废墟，虽然说是废墟，但是现在外面有人正在除草，整体环境还算是干净，所以并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虽然我号称冒险猪，但其实我是一个俗辣，有危险或是感觉很阴的地方，我还是尽量不要靠近，因此这里还算是安全。如果有要来天使岛践行观光的人，可以走过来看看，这边还蛮特别的。第1次到第2次的世界大战这一段期间，天使岛的 Fort McDowell 主要就是作为新兵的报到与训练，即将前往战争的任务地的士兵呢，也会从这边出发。从战场上面完成任务归来的士兵会在这里接受治疗与退役的程序。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了废墟，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里可是曾经送出去了30万的军人前往太平洋的战场。在离现在位置不远的北面海岸，也曾经有大型的建筑物来收容战俘跟战犯。天使岛呢，在过去有着这么重要的军事角色的原因呢，就是它是旧金山湾这里最大的岛屿。战争时期很容易发生的传染性疾病，如果一旦经由军人直接在美国本土散播开来的话，带来的损害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呢，在离本土不远的小岛上有着很好的隔离作用之外呢，也可以防止战犯的逃离。天使岛的半天之旅准备告一个段落喽。回到了 Federal Building 之后呢，因为在天使岛上面没有吃什么东西，准备在这里找食物吃。Federal Building 内部的商店各式各样的都有，一边走就开始闻到好香的面包味道。除此之外呢，这里也有餐厅、书店、巧克力店，或者是卖生活日用品的商店，甚至还有卖保养品的店。而且这些商店都是受当地人欢迎的品牌。我整个柜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它品牌的名称，后来柜姐跟我说这个牌子叫做，它是加州的本土品牌，在芳疗产品界里面呢，它很高级，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大家给它的评价很高。 And then you want to massage it onto your hand, dry skin, and put like a lot of pressure onto it. And keep putting pressure. And you notice how like it brightened my skin? Like put pressure, and that's it. And see how like it takes up the sun. Look at my hand. Very soft. Very soft, yeah. 这位就是老板，想买芳疗产品的人可以过来看看哦。再来就是已经都来旧金山了，怎么可以不来喝一下蓝瓶呢？它的发源地就是在旁边的奥克兰。美国买蓝瓶的咖啡豆比在日本买大概是便宜20%左右的价格。如果是在 Target 这种卖场买的话，大概就是日本蓝瓶咖啡豆的半价。当然要赶快趁机会买起来。这一家看起来很像咖啡厅的店，是卖日本料理的便当跟饭团，是我的家人推荐的。但是这家便当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吃。冒险猪这一次呢，来旧金山一直在找不贵又好吃的食物。这个便当大概是15块钱美金，买这种外带便当的话呢，就不需要付小费。虽然这附近的中国城大概15块美金呢，也可以吃到一餐，但是菜色跟营养就没有这个便当这么的丰富跟均衡。每天吃汉堡薯条呢，也是会有点腻。如果来 Federal Building 的话，就可以考虑来这里买便当当午餐或者是晚餐吃哦。影片的最后要再来介绍这一家冰淇淋，这家冰淇淋是以各式各样的神奇口味出名。当然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没有胆量尝试神奇口味，最后选择了花生酱跟香草这2种基本口味，一共是9块多的美金。
在美国一共吃了4家不同的冰淇淋，其中呢也有排队的名店，这家在我心目中的排名是第2好吃。谢谢大家看到最后，我们下次见，拜拜。